日出初照，万界苏醒。晨曦出现，阳光穿透了朦胧的天际，九大界与神界域的边界仿若被一层薄雾所笼罩。诸神万界一片肃静之中，却暗藏着难以言喻的躁动。今日便是神藏降临之日，一个可能引发整个诸神万界震动的时刻。上界的神灵们身披璀璨的神袍，从长久的沉睡中苏醒，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对即将到来之事的期待。在这神界域之中，这些上界神灵的身影时隐时现，仿佛是一道道流星划过天际，又似是潜藏的波澜在这一刻泛起涟漪。无形之中，这些神灵们的气息形成一股庞大的能量波动，悄然蔓延，令整个神界域的空间都仿佛震动起来。而在诸神万界，这里气氛无比的庄严而神秘，万界中无数的神奇强者立于云端，或漫步于万界的各个角落之中。他们的眼神投向万界的天际四方，脸上难掩焦虑之色，似乎在寻找着那未知的神藏降临之地。然而，神藏的具体位置却如同谜团一般，无人能够确切知晓。不管是九大界的神奇强者，还是上界的那些神灵大能者，都也无法窥探到天意的一角。对于那神藏的具体位置，他们如同凡人一般，充满了猜测与期待。而万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静谧，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一个神藏的降临。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一股暗流正在悄然汇聚。当神藏降临的那一刻，整个诸神万界都将为之震动。就在这样的紧张而又期待的氛围中，一丝丝不寻常的能量波动悄然兴起，仿佛是神藏即将降临的预兆。蛰伏已久的神奇强者表情各异，有的惊异，有的兴奋，有的则是淡然处之，但无疑他们的内心都被这一日所牵动。我似乎感觉到了万界中有一股浩瀚的波动，那道波动此刻正在凝聚。难道神藏要降临了吗？此时，一位散修的半道神强者激动无比的出声，而这一道声音传出，直接带动了周围的其他神奇强者的兴奋。错不了，错不了！那股浩瀚的波动可不是寻常的能量体，很快就有接二连三的神奇强者纷纷散发出强大的气息。那些来自诸神万界的散修者也开始纷纷的现身，而来自上界神界域的神灵大能也终于在今日降临到了诸神万界的虚空上。轰隆，在诸神万界这苍茫的天地间，空间如同被撕裂的布帛，裂痕中透出异彩，一道道光芒如同裂纹般扩散开来。那些来自上界的神灵大能们，宛如从亘古沉睡中苏醒的巨龙，缓缓地从扭曲的空间中缓缓迈步而出。他们的身影高大威严，身披神灵战袍，每一步落下，万界虚空都开始在激烈的颤抖，发出震天之响。那些神灵大能者的眼眸深邃，其中蕴藏着玄妙和岁月的沧桑了，并且一股难以言喻的玄妙恐怖气息，如同狂风暴雨般横扫着万界的每一寸天地，横扫每一位举头仰望他们这些神灵大能者的万界修炼者。诸神万界的强者们，无论是在狩猎的荒野，还是在各大繁华的城市街道，或是冥思苦想的密室之中，都感受到了这股来自上界神灵的恐怖气息。整个诸神万界神奇强者的面色骤变，如临大敌，连空气都被这股恐怖的气息所凝固。那绝对的压迫感，如同100万丈大山压顶，让他们几乎无法正常呼吸。而这其中实力修为都是巅峰天位神强者和半道神强者，或许他们在诸神万界之中有着称霸一方的恐怖力量，但是在这些上界神灵的面前，他们就如同一只不起眼的蝼蚁，随便一巴掌都能够被拍死。因为这些来自上界神灵大能的身影高高在上，似乎都已经超脱了天位神和半道神的桎梏，而他们皆是大道的化身，是主神级别的大能者。在这些主神大能者的面前，即便是诸神万界的那些顶尖强者也不得不低头，因为这些神灵的力量代表的是他们根本无可匹敌的恐怖存在。在这诸神万界的天际，神灵大能们站立于虚空中，目光环视四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或是审判着这个世界的秩序。这就是下界为首的诸神万界吗？虽然资源最丰富，竟然在这现场的人影中，没有一位达到大道主神境界的大能者。比起神界域，下界的资源简直比不上上界神界域的一点。在这些神灵大能者中，其中一位身穿淡粉色衣衫的中年女子款款而行，她的白发随风飘逸，如同银河倾泻而下。她的五官仿佛时间雕琢的艺术品，细致到毫厘，岁月未曾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精致无瑕，仿佛时间对她格外宽厚。她那妖娆的身姿宛如柳枝随风轻摆，既有柔弱之态，又不失威严之姿，可她的年龄至少也有着千万岁。她的眼眸中闪烁的不死不灭的金芒，仿佛是生命之火，永恒燃烧，给人有一种永垂不朽的神气。而她正是神界域7大神族之一不朽神族现任神族长，曾经乃是不朽神族的第一不朽神女。即便在千万年的时光洪流中，她也如同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照耀着不朽神族的历史。她的名字叫不朽风兰，如同一首古老的赞歌，回荡在不朽神族的每一寸领域上，被无数神灵传唱，被岁月铭记。
而他此刻以一种绝对的姿态扫视着万界这些神奇强者惊惧的脸上，看似在扫视着他们，实则已经在一瞬间全部将这些万界强者的修为看透了。不朽神族的这些神灵一出现，无疑将给诸神万界的强者们带来无尽的恐怖压迫。这些就是上界的神灵吗？每一位竟然都拥有着如此恐怖的气息。老夫修炼100万年之久，修为已达半道神领域，没想到还是比起他们逊色很多很多。一位散修的半道神老者一脸感慨道。除了散修的半道神强者，4大超神巅峰势力之主也带着各自势力的神长老出现上空，他们也都在等待着神藏降临的那一刻。可是现在在遇到不朽神族的这些神灵大能时，心中无疑也是一连震撼。特别是4大殿主，他们的实力也是半只脚踏足大道之境，可是面对这些真正的大道主神时，依旧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在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股玄妙可怕的波动。好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大道主神的实力吗？圣花殿殿主张开了嘴巴，语气平静的同时，不乏带着一丝对完整大道神力的追求渴望。阴阳殿殿主的表情阴沉，但看向不朽神族这些神灵大能的目光中也流转着他对完整大道力量的垂涎。而这一次，他们皆是要突破自身的桎梏，在神藏中获得大道机缘，这样就能够迈入大道之境。所以他们对于神藏带着势在必得，期待万分。神罗兄，你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股不朽之力吗？突然站在神罗殿殿主身边的天罗殿殿主目光凝视着那些神灵大能者，喃喃道，语气却是极为的平静。神罗殿殿主的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面容，然后古兰无波地回答道，天罗兄，看来你也已经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不朽之力，这些人的确是来自天谷7大神族之一的不朽神族。而且从这些神灵的气息来看，刚刚那位为首的中年女子应该就是现任的不朽神族长了。从神罗殿和天罗殿2大殿主的对话可以听出来，这2位开始称兄，直接让得不远处的圣花殿殿主和阴阳殿殿主感到十分的诧异。要知道，神罗殿和天罗殿一直以来就是敌对的势力，而且一直有着正面的冲突。然而在这10年间，曾经伫立于南北2州的超神巅峰势力，如今氛围突变，从剑拔弩张转变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令所有感知到这一变化的万界强者感到无比的困惑。神罗殿殿主一直以冷酷著称，他的眼神中却多了几分柔和，不再如往昔般锋利逼人。而天罗殿殿主昔日的冷漠若冰霜，现下却似乎透出一丝温暖。2人见面时都显得异常和谐，仿佛彼此间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他们之所以有这一变化，是源于一次神罗殿出现的异象开始。那天神罗殿上方的天空突然裂开，一道耀眼的光芒贯穿云霄，随即化作无数细丝，缓缓降落在殿顶。自那以后，神罗殿主的眼神和言行之间便开始流露出一种新的气质，似乎与天罗殿主之间有着某种深层的联系。圣花殿殿主和阴阳殿殿主作为旁观者，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感到惊讶。他们曾试图探究其中的秘密，却始终无法触及真相。现在神罗天罗2大殿主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诸神万界中的一道谜题，令人捉摸不透。尽管外界猜测纷纷，神罗殿殿主与天罗殿殿主仍旧保持着他们特有的神秘，但是谁也没有发现，在他们的周围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息弥漫，仿佛2股强大的力量在相互交融，预示着神罗殿和天罗殿即将迎来的巨大变革。身为现任不朽神族长的不朽风兰拥有着超凡的感知力，自然也听到了刚刚神罗殿主和天罗殿主的对话。他们竟然感应到了我们身上的不朽之力。他站在万界虚空之上，低头凝视着2大殿主的时候，他的眉宇间隐约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2大殿主一袭华丽的衣袍，气度不凡，从他们身上感知到了一种特殊的波动，那是一种极其古老而强大的神脉气息，仿佛是沉睡已久的神脉力量要即将觉醒。不朽风兰的眉宇间轻轻皱起，又缓缓舒展，仿佛在揣摩这特殊气息的来源与深意。神族长，您怎么了？一旁的老者察觉到他的异样，轻声地问道。你们有没有察觉到那2人身上有着不同寻常的神脉气息？不朽风兰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透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他的话语引起了在场众神灵的注意，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所有不朽神灵的目光都聚焦在那2位殿主的身上。一旁的那位老者微微皱眉，他凝神细感，顿时也觉察到了在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身上那股特殊神脉气息的存在。